其实很多人在婚姻里头根本是没在听的，耳朵是关起来的。我只想要我的爱，其实是很自私。你会发现，你寻找爱的过程里头，你往往会是来自于自己没有的部分，去找那个有的人过来。信仰注重在人间，经典可以去绘画。天官五财神我老板。生命富足，身心光明。我是圆圆满满的圆心师姐，天官五财神就是我的老板。在这里，我将替财神爷把话传达给各位观众，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启发。Hello， 大家好啊！哇，今天很特别哦。我们今天呢要聊聊关于感情。其实财神爷啊有个很重要的理念，他呢觉得在人世间要以情财双修为主，所以我们要得到关于财富的世界，我们也要进入情感的实修。那在过去啊好多集里头，我们都有讲到关于财富的一切。那现在我们就来讲感情。我其实在21年为财神爷做服务的旅程里头，我发现其实钱真的是很好运作的东西呢。虽然我们觉得没有钱好痛苦哦，没有钱万万不能，但其实钱是最好运作的。你只要愿意给，你有积善修福，说真的，钱就可以顺利过关，甚至是你只要给出去，它就会回来哦。反而我觉得最难运作的就是感情啊，感情不容易，它需要高度的智慧。有人常问我说，你这个服务这个21年啊，你觉得在服务的这个路上有没有什么心得感想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说真的，我们人世间啊，真的离不开情。大家都觉得说啊，拜财神爷直接是问事业、问生涯规划来找财神爷，但其实没有呢。我发现所有的问事者来到财神爷的面前，要修炼的往往是情感。有时候我们觉得工作不顺、事业不顺、金钱不顺，其实你回头来看，财神会点化到，也许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伴侣、跟我们的子女，在爱当中是有关系的。在爱里头，往往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些智慧的修行、修正、调整，其实美好的财啊，你不求它也到哦。所以在这边也跟各位分享，我们来聊一聊爱情跟婚姻的这个话题。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曾经困惑过这个感情要怎么经营啊？真的很难呢。人跟人相处啊，你看我们自己的舌头牙齿都会互相咬伤，更何况是我们跟另外一个人相处。还有啊，那进入婚姻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幸福？你看离婚率这么高，但是大家又拼命想要往婚姻里头跑，那我们能够找到那个对的人吗？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每个人这辈子多多少少会遇到的问题，而且这是世间最难捉摸的。真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财神爷怎么诠释关于感情这件事情。其实财神爷常在讲我们的伴侣关系本质上就是一场修 cam 贼啦。不管你的对象是男男、女女、男女，是老是少，不管你们的婚姻的组合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其实全部本质在情感上的相遇结合，就叫欠债还债。所以欠债还债，欠情还情，欠心还心，欠肉体还肉体。如果你认清这个真相其实你会发现看来看去，我们最爱的就是自己啦。你知道这类修 cam 贼，我们不一定在偿还它是心甘情愿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愿意甘愿，相对的情感，如果你懂得去把它圆满，财富足美好会不断的到来。所以在财神爷的眼中他的爱的智慧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学会中庸的爱。什么叫中庸？中庸就是我不偏我不移。如果说你发现在爱的过程里头，你看到你的基底是有一个不完美的自己，或是有一个很匮乏的自己，但不管这个状态是如何我们都愿意跟我们的另外一半来允许彼此的生活的磨合，从磨合里头找到共识，找到共识之后，彼此又能欣赏彼此，走出彼此的美好未来。这就是财神爷所谓的让爱不偏不倚，我们平衡自己，也善待他人。师姐，我们刚刚讲的两性爱情单身呢？单身哇！说到单身，跟大家分享这张的财神牌卡，单身的意思。你会看到图片有个女子她很快乐的、很悠闲的、很自在的在看着手机，吃着她喜欢的轻松的美食，然后旁边还有阿猫阿狗的陪伴其实说到单身呢，我们就来看后面财神要告诉我们的意思了。财神他说单身是寻找幸福的开始。哇，这个寻找幸福的开始可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不要觉得自己好可怜，没人爱我怎么规划我的生活？No， 你的幸福你定义在哪都 OK。你想选择，我的幸福是来自于我对美食的追求 ，OK， 我的幸福感是来自于我对于眼界的开阔，
我可以去游山玩水啊。我的幸福是来自于我想要进入社团，服务大众，服务一些就是老弱病残的可怜人，那也 OK 啊。我的幸福是想要来自于我想要去谈恋爱，那也 OK 啊。所以在单身的状态啊，就好像有一个符号像八倒过来的这个无限符号，单身是无限幸福的开始。你可以去寻找你的幸福，你要记得在单身的过程里头，只有一点注意哦。财神爷有个警语他特别告诉我们，我一定要念出来让你们知道。他说请您检视一下在单身的过程，您是宁缺毋滥还是宁滥勿缺啊？师姐，我想请问也许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会有单身的朋友，他正在寻找对的人，那我们要怎么寻找到这个对的人？OK， 好，财神爷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什么叫对的人？对的人有3个标准。来，我们先说第一个，你去观察他会是孝顺的，也就是说他跟他的家庭是和谐的。你会发现孝顺的人跟家庭和谐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懂感恩的人。那再来还有一个呢，财神有说到，他必须是没有不良嗜好哦。有时候要观察一下对方，他是不是很沉溺在我们说的烟酒毒品啊这些的。我们不要有过度的上瘾行为，过度的上瘾行为会容易让我们可能也许在金钱里头变成一个大窟窿，或是未来可能也拉着你就是沉溺于不好的能量里。所以要记得要观察对方是不是有不良的嗜好。那再来还有第3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说财神有说要记得你的这个对象他要愿意跟你分享一切，美食愿意跟你分享，好吃好玩愿意跟你分享，甚至是金钱愿意跟你分享，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心事也愿意跟你分享。想知道更多财神爷的理念想法，还有我们怎么做会更好，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财神爷进入我们的生活中。现在呢，我们就要跟各位分享我们如何从单身找到对的人之后，怎么样来谈这一场恋情。好，我们来看看财神牌卡要告诉我，你看到呢有一男一女，他们互相关注着彼此，就在玫瑰花下。他的卡一直告诉我们，当我们坠入爱河的时候，其实我们大脑会释放出多巴胺的这个化学物质，进而产生很开心很快乐的感觉。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哇，恋情是一个美好呢。你只要遇到对的人，你尽情在里头享受。我们关照自己，也关照对方。所以其实现在的恋爱跟过去不一样了呢。过去的恋爱都是男生追女生，或者是女生等男生。其实这个模式跟现在是不同的。现在的爱情是自由，是多元，有可能男男恋，也有女女恋。不管是男男或女女，你明白就是爱。这个爱有很多不同样的形式，所以记得谈恋爱的过程，财神爷说我们是需要勇气的。很多人在进入恋情的过程里头，其实他是很怕受伤，他不敢爱，他也怕失败。但是要记得，勇气就是行动力，有行动力才会遇见对的人。所以在谈恋爱的过程里头我们来看看财神要提醒我们的是什么他在牌卡的警语里头，他告诉我们，爱是本领，爱是天赋，每个人都会。好，那你准备好去爱了吗？所以这边跟各位分享，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每个人都懂爱，但是呢，懂爱却不见得有对的爱的方法。所以在这边跟各位介绍只要遇到那3个对的人，你就有勇气去享受爱吧。有情的男女我们既然决定了要进入婚姻，那在婚姻的过程里头，其实真的是不断的磨合啦，不断的调整。那有时候磨合下来，我们发现可能会有2个状态，一个更好，一个更差。那更好的状态当然走向美好咯，那差的状态当然会走向离婚的。但是要进入离婚的一个状态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模式，大家小心也明白，就叫所谓的婚内失恋啦。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婚姻里还有婚姻关系也还没离婚但是我们2个搞得像陌生人一样，没有沟通，没有互动，甚至觉得当初没有结这个婚就好了。但是其实财神也有说，财神也常在讲无三不成理啦。我们要给彼此有3次修复的机会。这3次的修复机会也让各位明白我们除了在挽回我们的婚姻，或是我们在创造我们的美好未来，我们不能觉得说我们想离婚我们就不管了，我们必须要给这个关系一个圆满。首先我们第一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学习聆听啦。其实很多人在婚姻里头根本是没在听的，耳朵是关起来的，我只想要我的。就像我跟各位刚分享，爱其实是很自私。你会发现你寻找爱的过程里头，你往往会是来自于自己没有的部分去找那个有的
人过来。所以其实我们通常在爱里头也会爱得很绝对爱得很霸道甚至爱得很蛮横。你要明白，要进行修护，一定要打开你的耳朵，要学会聆听。再来呢，关于第二个机会其实有时候你要好好想一想彼此的一种相处模式，是不是太过冰冷，还是过度黏人？在婚姻的关系里头，其实我们无非是要共好，我不能只有我好，我想要我就硬要，不行嘞。我们要考虑对方，你要好好调整彼此的相处模式。我们到底怎样创造美好？不是我觉得好就是好，对方的好是什么？要问问看，我们一起去共好。再来，其实还有第三个，来到婚内失恋，真的要好好评估你的这一段婚姻。你要想一想，你还有没有那个爱，还想不想继续再下去？我们在面对婚姻，你觉得你走不下去的时候，财神爷还是希望你无论如何要回来进行修护。这个修护机会要有3次，我们3次的调整。如果说缘分走不下去，那当然你可以做你的决定啦。但是就是说，我们希望你把你的感情，我们做一个圆满，哪里不对，我们进行修护。修护发现，我们在彼此要创造共好的过程，也再次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那这时候如果来 ending 才可以。那这3个机会就告诉各位咯。第一个，一定要打开你的耳朵聆听；在第二个，要调整彼此的相处模式。好，那在第3个，好好问自己，你还爱不爱这段婚姻？好，给彼此再一次的机会。当然啦，在婚姻的关系里头，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你的修护也发现哇，彼此真的没有办法共好，那当然下一步就来到离婚咯。但是在财神的眼中是这样的，财神爷不鼓励大家离婚，除非你已经完成婚姻的功课。什么叫婚姻的功课？来，要进行离婚之前你必须是要这样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问自己，我在这个婚姻里头，我忠诚吗？再来，第二个，你要思考一下，关于这段婚姻，我有没有进行过修护？还有第3个部分，在这个婚姻里头，其实是有发生过暴力行为吗？或是严重的言语伤害、肢体伤害？在第4个，在这段婚姻过程里头，我们有小孩吗？他们还小吗？他们会不会受影响？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婚姻功课财神爷他有这么告诉我们就像这张牌卡，我跟各位分享，这张牌卡就是一个爱心分了2半爸爸妈妈是分开的，孩子也分开。这张牌卡的卡意，财神爷是这么看的：财神爷虽然不鼓励大家离婚，但是有时候他也是支持正言法师曾经说过的这么一句话：有时一对怨偶，不如去成就2对佳偶。我们要走到离婚这件事情，你的婚姻功课要做圆满。如果今天呢，你的另外一半这个功课你是没有做圆满，你就急着去进入下一段，往往有可能在你下一段遇到的人，问题乘以好几倍回来。所以呢，针对这个部分要跟各位说的是，你要走离婚没有关系，但你要想一下如果这些关于婚姻的功课你都想过，你都也进行修炼了，也进行修护了，那没办法成就，那我们就让这一对怨偶分开吧，不如去成就2对佳偶。记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财神有说离婚叫修离缘，我们修离缘手段要柔软，要不然恶缘卷土会重来在爱情婚姻其实是我们很重要的课题，就像财神爷的财情双修的理念，你要得到你的美好的一切，它代表的是财，那相对要回头来修关于情，情跟财修得好我们才会圆满。就像是财神爷告诉我们的，我们在爱里要学会中庸，中庸就是让自己不要过度的情绪泛滥，我们要不偏不倚，我们要平衡自己，进而我们就能善待对方，尊重对方。所以呢，各位如果有关于爱情的疑问都欢迎你们在底下留言，然后也欢迎你们记得要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跟着财神爷我们来享受未来美好的幸福。好，在这边祝福各位咯，再会。我看到很多没有头的在路上走，或骑脚踏车，或甚至骑摩托车，我看到我觉得天哪，我还问我朋友我很真心的问，我说没有手没有脚能活，会不会没有头有能活？你看我曾经已经人鬼不分成这么严重了。